本赛段，来自星宿两大阵营的25位主厨，将组成10组星宿对局，抢夺组内唯一的晋级名额。太残酷了，刚拼杀了那么多人，又让我去比。段文艺在追杀里中没有追杀这个事儿的存在。我对我的菜品的味道很有信心，川菜后继有的，我调味很厉害的。星厨甚微淘汰。经过我们3位评审的商量啊，使用拯救权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必须要认真的。该食材已被踢馆者亚罗斯拉夫锁定。当我听到踢馆的那一刻，我的想法就从挑战稀有食材变成了我要挑战哪一位比较强的厨师。我也是米其林3星出来的，谁不是3星啊？这是终极大对决啊！3人加上一起9颗星，也是死亡记录。太好了，这道菜很不错。本轮比赛结果，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。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。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，博研味更鲜，水就是水，让水回归纯净。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。会吃的喝七喜，1周7喜，爽透顶。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鸡弄鱼1:1:1调和油赞助播出。本轮踢馆组名次即将公布。OK， 踢馆者亚罗斯拉夫的名次是第2名。下面公布剩余2位主厨的名次。感觉每次比赛都在挑战着我，还蛮有意思的。到最后，我相信我的口味是优先的，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 TC 蔡都义。Thank you, congrats. 首先呢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南洋风味做的真的很清新，很清香，因为它这个香茅草的这个味道很清爽，一点都不腻。再加上这个汤汁进去，你顿时会觉得说，哇，这道菜你吃到的每一样食物都是美味，它不仅限于章鱼。然后等到第3个的时候呢，还是欠缺了一点。我觉得他处理章鱼的方式是我没有吃过的。但是他另外2个他都没有打动啊，这倒是，因为你毕竟是3道菜，但如果说所有的菜里面，比如说那个章鱼谁做的最好吃，那我觉得你说的对。这个汤好啊 ，Yeah，the barbecue 是good，这汤好，这就是面，不上，面干嘛？面不要上，它那个不加分。Yeah，OK，must be ending， 好，搞定。恭喜新厨 TC 蔡都义成功晋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 ，Thank you so much。哎呀，他要是选我们组，他就晋级了。就我想要的东西比较多，但呈现的不够，所以的话，这也是一个遗憾吧。It's a good experience, right? Yeah, I mean, fun, yeah. Bad experience, good experience, everything's an experience. Yeah, for sure. Can't complain, can't make you complain. stronger, Yeah, exactly. I felt upset because first of all I wanted to be first, but in the end when I saw the dish that TC made, you know, I knew that he is simply just better. Yeah! 漂亮！漂亮！报仇了，报仇了，可以的，可以，漂亮，打败好了，对，送他回家了，终于把他送回家了。我现在自由了。我尽力了啊，输了真没办法了。你还得在这待着吗？我觉得比我没晋级还要遗憾，因为毕竟他们年轻嘛，这个也是应该是一次机会吧。如果错失了这个机会，我觉得确实也非常的遗憾。本组比赛的食材是豇豆。豇豆3人组出发啊！悄悄的检测。哎，周师傅上场了。
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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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加油！你看他们这一组哈，是2个新厨1个素厨。对，而且阿姨在这一组，我觉得还有点担心阿姨。这一场不好打，说实话，因为周成师傅的这个实力真的是有目共睹的，他强得很。没有压力啊，什么都行。朱师傅的话，就作为中餐来说，手段也很硬的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们毕竟是专业厨师出身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啦。尖蟹女王呢，她就感觉像误闯天家一样，我觉得她应该压力特别大。我觉得她没有压力，但是我其实是蛮期待她的。虽然对战的是2位新厨，我还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上一次他们对煎蟹很喜欢。这一次的豇豆炒蟹肉，我就做这道菜会更有松弛感了。120分钟倒计时，现在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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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青龙过江啊！其实我私下有开玩笑，我们做一道菜叫青龙过江，就是开水烫一根豇豆，多漂亮啊！是真的很难，因为在我们餐厅里面的确用的不多，也没怎么用过。很多人都会给到你一些建议，但是你要把它做了一道让别人去惊艳，或者是一道适合比赛的菜，还是比较难的。首先在选豇豆上，每根豇豆我要切多长，我要选多细多粗的。对于像我们这种专业的选手来说，每一步都是精细的去计算过。就像我为什么瘦了2公斤啊？因为每天我都在吃豇豆。爸爸的豇豆啊，没完没了。晚上豇豆烧鹅。我们每天要吃豇豆。我爸爸参加比赛，他做豇豆的菜，没脸。因为我都在每天在试错，家里人疯了嘛，觉得爸爸为什么每天都让我吃豇豆嘛？我儿子就做了很多可爱的那个公仔啊，那就挂一个豇豆拍个照片，就发给我爸爸，今天家里又吃豇豆了。那根豇豆就把我差点弄疯掉了。每一根豇豆多粗，切20公分的长度，刚刚好达到我的要求。18根豇豆就是18根豇豆，而不是随机去选择一把豇豆去切。我要确保在比赛当中120分钟里面把它完美的呈现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想用一种海洋的感觉去呈现它。然后这道菜里面我一共分了2个部分。首先豇豆我们先焯水，用水去烫，烫完以后进冰水，保持它的翠绿色。然后用扇贝打成非常细的泥，加在豇豆中间，把它作为一个粘合剂和提升豇豆的鲜味儿，均匀的涂在每一片的豇豆中间，然后把它做成卷。要把它卷起来再去低温。他要把豆角给低温慢煮吗？爸，这师傅那么厉害，有个低温的东西。因为我要保持它里面那种刚刚断生那种口感，所以需要低温2次。第一次先单独加热豇豆，再用那个腊肉刨成很薄的片，然后把那个豇豆卷起来，然后再进行第2次低温加热。那我最后呈现是在一个扇贝壳里面呈现的，所以我会把它切成块状，看上去就像一个整体的一个扇贝的背肉一样。当你切开横切面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看到豇豆这个东西的。所以我在横切面上又用了那个扇贝泥去薄薄的抹了一层。但是因为我们做西餐的话，那锅气这个东西是没有的，所以最后在做的时候，在煎制的过程当中，温度非常高的时候，我放了那个咸葱，去瞬间让水分蒸发掉。汁水的话，我们就用了一个干的辣椒，然后那个腊肉，然后新鲜的猪肉打粉。炒完以后加入鸡汤。
他是用湖南腊肉做的一个豆角。它这个思路是对的，问题就是出来的效果就最重要了。对，味道也很重要啊。腊肉跟豆角呢是非常配的，啊，最主要就是看看它的呈现方式，这个就是讲那个主厨的经验了。对，就是看你对食材的理解。那我们第二个部分，我们熬一个米油，熬米油的水，我用的是那个5阶的西班牙的火腿汤，去掉它的鲜味和咸味。在米油熬完以后，最后把那个豇豆切成指甲片大小，然后把豇豆炒一下，再融入到我们的米汤当中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做了一个扇贝的壳，放入了那个豇豆晒成干以后打成的粉。所以它在炸完以后，它会略带那种豇豆的香味。就是所以我做的东西，它不是做了一道菜，它是一个整体的呈现。所以我们用了炭炉加海螺做一个加热的装置。它用些响螺壳来装什么东西呢？装汤。所以每个细节你都要考虑清楚。扇贝壳下面的鹅卵石，它一定要去加温，因为要保持那个东西是烫的。最后你那个石头放进去以后，你为了表达的那香气，我还要用佛手柑浸泡在那个水里，最后用喷壶洒在上面。当冷的热到热的时候，它就散发了浓郁的那种佛手柑的香味。因为你作为一个备注来说，你希望最后的那个扇贝壳是半开放的，就是你若隐若现看到里面有个备注，想用一种海洋的感觉去呈现它。然后从拿到评委的面前，它的香味，那种干豇豆用炭火，包括那个栀子花那种花香味，包括评委最后擦手的纸，都是每一个贝母的壳都是手工去磨的。所以我们从香味、从温度、从呈现、从口味，包括不同的层次感，软的、糯的、脆的，每个方面，我觉得都考虑到了。周师傅应该还可以，他做一些很细，做的很精细。他那边弄完了，就只剩他摆盘了。好了，那为什么走过来这边呢？朱师傅这个台面清清爽爽啊，绿油油的。你看他们对酱豆的处理就完全就不一样哈。他是做什么的？实际上，他是做杭帮菜。我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周师傅的实力在那儿。周成老师可能他做出来的菜可能会比较漂亮，然后可能会有中西融合的这种形式呈现出来。那我可能会避开他的这个优势，我可能会做的索性就偏更中式一点。这次我带来的是凝椒鲜响脆。哦，它是什么？鱼哦，鱼干吗？咸鱼吧，还是咸的，可以剥皮的。哦，它那个不是那个，它是应该是米鱼香。它这种咸，它不是用盐腌制出来那种咸，风干它是对。会有鱼刺吗？这个有，可是要剥出来，现在要剥。对。因为豇豆它是比较寡淡的一个食材。那么用它的咸度来提升豇豆的这个滋味。它好像是把它切碎了，要么做馅吧，我感觉。还有个就是也用的是这个米鱼胶嘛，刚好那个米鱼胶类似于作为像一个口袋一样，那么把炒好的那个豇豆和响包在里面，形成一种像荷包状的一种形态，把这几样原料把它融合在一起。然后用葱来代替我们缝衣服的那个线，用牙签把它穿起来，穿起来以后就做成一个荷包形状。朱师傅这个也太细致了，他居然用葱当做线，把米鱼胶一个一个缝起来，这个工程量还是蛮大的。
然后用这个高汤，然后把它煨，让这个米鱼胶能够比较入味去腥。因为这个豇豆我还是要想突出它的一个脆，在烹调的过程当中会把火腿和那个豇豆一起烧，然后把火腿蒸熟，最后会撒上一点火腿末，然后浇上一个芡汁。这个一看就有食欲，感觉好像都做的都挺丰富啊。螃蟹女王现场杀蟹了。我抽到这样子，我女儿都笑了，说：“哇，你一个素厨跟2个新厨比赛。”但是我有跟她说，我觉得说，这个也好像也不是特别重要，就是最重要的是我努力用心去把这道菜做好。后面就是觉得说，哦，我在沿海城市啊，要跟一些海鲜的结合。我准备做一道最常见的小炒菜。这个菜启发的来源就是我女儿，就是小时候就是挑食嘛。加上我开店时间上也是很忙，然后也没时间给他做比较多种多样的，就是比较多个菜。那我就这样把很多杂菜，那里面又有3层肉，有一点干贝丝，有鸡蛋，那这样就是简单做一道菜，让我女儿又能吃到健康又营养的东西，我又没有那么耗我的时间嘛，因为没时间做生意嘛，忙嘛。是他很开心，那时候因为他说，哇，妈妈上你好久也没有炒这道菜给我们吃了，我连续炒了2、3天给他们吃，他们连续都在吃不腻的，就是拿一点饭去配，一直说哦，好好吃啊，好好吃啊。我的女儿就回忆起小时候吃的那种杂菜啊，就是这种味道就都出来了。煎蟹女王这次还做蟹吗？她应该是做她最比较擅长的东西吧？但你这豆角跟蟹就怎么去搭配？我这道菜最费时间的就是要把里面的豆取出来，再切丝，把所有的籽都清干净，才不会影响口感。它要是把籽去了切丝的话，跟蟹一起炒，应该口感还是蛮不错的。一点红萝卜，然后茭白也切丝，马蹄也切丝，然后切一点肉丝。然后一点干贝，然后再剥一点蟹肉在旁边。打一个鸡蛋在旁边等待。我虽然没有很高超的，就是说哦，真的是要弄得很漂亮，或者说很高超的技术什么，但是就是这一口让他们吃下去，就有想到妈妈炒豇豆的味道，有家的味道，还有食物自然本身的味道是都有，所以我还是有信心的。哇，它那个味道传上来了，好香啊！好香，它一定好吃。它可能是匹黑马啊，你看。加油，加油！这个你猜谁会赢？我猜中菜吧。你觉得它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对吧？但说不定煎蟹女王这种非常具有家庭家常味道的菜，还真的蛮有可能俘获评审的心。现在你们需要进行商议，选择其中一间评审间作为终极评判。我很想选择大众评委，如果选择大众评委，应该对我是比较有利。然后专业评委，因为我也不是很专业的厨师，所以这个可能对我来讲要求会比较高。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。哇，哎呦，我得拍掌拍掌！你看人家这做的多好啊！哎呦喂呀，豇豆！哎，那个饺子里面包着可能是豆的馅儿，是不是？吹火，你这肺活量不咋地呀？角度问题啊！
5下啦。是唱歌的吗？ 6下。吹气跟唱歌不一样。嗯，哇哦，一样吗？嗯，还可以。嗯，这个想法蛮好的哦。 He just braised it with ham, a little bit salty and soft. 他选择了一个花椒，这个里面的味道呢调的还是不错的。时间太久了，对对，粘住了。嗯，就焦了，我就怕焦。它好像还好，只捏还是糯的。对，还是糯的啊。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。看一下指南。哇，它做的这么好看啊！你看这个，这很精致，真的很精致。哇，这有点厉害了。哦，里面哇，全都是豆，鲜嫩的豇豆为料，搭配细腻的扇贝泥，裹上烟熏腊肉。走着。先喝汤。这可以吃哎。它在里面是馅儿啊，香味儿酱汁儿，这么厉害吗？嗯，这个蛮好吃。首先给你的味觉就是烟熏的这种香味，然后再嚼到里面这个豇豆的这种清爽的味道也表达出来了。I got the flavors from the scallop infusing into the bean. And I also got the texture. It wasn't just, soft and soggy, okay, which is comforting. It was, something that was actually very delicate, almost like asparagus. I enjoyed that dish a lot. 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。妈妈的味道。嗯，这看起来很下饭。这是一道宵夜菜，是我可能每天都会点的。它还蛮有点闽南风味的。豇豆丝啊！啊，够了，够，不要停了，够。够。好吃，好吃，大口，这个要大口吃。哎，这个挺特别的哦。好吃，也很清爽。对，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吃，真的像他讲的一样，有这个妈妈的味道，就是家里的味道。他把这个豇豆切成丝，又跟他的螃蟹融在一起。这个丝还是带一点点的这个
硬硬的感觉，但是配上蟹肉软软的感觉，就整个吃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。我真的很喜欢吃这道菜，真的是特别的打到我的心吧。哇，这可以耶！不错。虽然是一个很家常的做法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煎蟹女王是用心的，她是去思维过她想做这个菜的大概的一个状态。她把豇豆切丝，第一个就是容易入味，第二个是去掉豇豆的一个菜腥味。然后她选择了一个现拆的红蟹的蟹肉下面呢配了一点点的那个鸡蛋，一起炒的话，它的整个的口味的丰满程度直接就拉满了。虽然是一个家常菜，但是它做出了高级感，而且这种高级感我们观众一看就很明了。我们又去学他这样做的话，也是非常简单易懂的。好吃，哦，停不下来，奇怪，哦，真停不下来。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停不下来，吃了直接摇头。哎，怎么会这么绝？你就给它光盘了吧？不，有一点让我感觉自己非常罪恶感。不差这一口，光了吧。那这个相对比较健康，真的。你就光盘吧，你要不要光盘？你要不要光盘？真的。既然大家这么坚持。对，光了，我就表演光盘给别人看吧。Amazing， 没有人要吗？不要了。这是今天第一个光盘。那真的可以。所有菜品品尝完毕，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。完了，这3个有点难选。开心点，干嘛？就这样吧。没有，我其实挺开心的。投票结果已出，本组主厨选择的是专业评审间。那就专业，我们就直接专业了。我们就专业的，走一起按，那一起按，来。好，3，好嘞。我虽然想着大众评委对我比较有利，但是我觉得，他们更年轻，更需要就专业老师对他们的点评，然后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机会给年轻人啊。现在宣布未被选择的大众评审间的结果是1比2比0，厦门煎蟹女王获胜。其实真的没想到自己一票也没有，那一刻还挺意外的。他厉害的点在哪里？我觉得他把一个非常家常的东西，非常自信的拿到比赛当中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做叠加去做炫技，就是非常淳朴的一道菜。所以如果他赢的话，那也很正常，的确是他做得好。由于本轮你们选择的是专业评审，所以大众评审的比分不作为最终结果。现在请进入专业评审间，揭晓你们的最终结果。这种就赢了。没有，不是。如果是他选这个，你就选这个的话，就是没事，我没关系。哇，所以螃蟹女王如果他们争取到选我们这里的话，可能他就晋级了。本组对决的结果是
我在那边不会选他，我觉得有可能会。投票结果也是1-2比0。恭喜！星厨周晨成功晋级。周晨师傅的这道菜呢，就是层次比较多啊。这里面呢，烟熏的香味很突出。第二个呢，口感处理的也很好，特别你这个汁啊，蘸上这个豆切了以后呢，它很和谐。All right, so I think very good effort. These ingredients, to me, is the hardest ingredients to showcase. And I think you made it spectacular. I think the texture, you brought out the beans,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. So for this dish, I love it. And this touch, I can tell, I was eating it already. So, great dish. 朱师傅的这个用了一个鱼胶来包出来呢，是有点用力过猛了。因为如果是我们说简单的菜就粗暴对待，细腻的菜来跟它匹配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有它的一个对应性，因为它把菜塞进去以后呢，它没有更多提供给它的一些质感。一个菜在里面太软太酥的时候呢，你只能够吃到外面花椒那个皮的这个感觉，所以它是没办法去平衡它的这个口感。相对来说呢，这个味道调的还是蛮好的。炒蟹妈妈真的是把家庭的味道带出来了，味道不错的，这确实是很用心的妈妈菜。是，谢谢老师。你这里面有干贝吗？一点点你吃不出来，都是很少的。包括我有一点3层肉丝，你可能也没吃出来，但是它就是炒这个菜才会香。我因为没投票给他，并不是说他家常啊，是因为吃这个豇豆的时候爽脆的，蟹肉也是细嫩的，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些配料，就是让你在整个切的过程当中，哎呦，嚼到最后还有很多的这个纤维也扎实的感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就可能反而是减分了。我觉得我就是已经画上一个很圆满的记号，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，我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了。哇！可以，周师傅，Your best！ 对，险胜。姐姐，您这一道翡翠炒蟹肉鲜味好足啊，我太喜欢吃了。我这道菜除了食材新鲜，用油也非常讲究。我用的是有中国发明专利配方的金龙鱼，1:1:1，它是由8种好油科学配比而成的，花生油、菜籽油等8种油的香味层层释放，口感丰富，并且它还将反式脂肪酸减到0，用它炒菜营养均衡又健康。这金龙鱼1:1:1，不愧是全球销量第一啊！营养均衡就吃1:1:1。这边是猪肝组，猪肝3人组。我很好奇他弄了个猪肝甜点。对啊，他用猪肝去做甜品，怎么做的啊？看一下，这组有看头啊。这会是什么呀？猪肝吗？本轮食材为其常用食材猪肝。哇，这个好多，爆炒猪肝不错哦。成功锁定干食材的主厨是星厨赵宇恒，素厨川味法厨，影视主厨。你要拿猪肝做甜品吗？拿猪肝做甜品啊？甜品是选了猪肝。甜品是选猪肝，这个是很意外的。做甜品那么有信心来做猪肝。在听到这个赛事的第一瞬间，我脑子里已经确定我要选常见食材。
因为对于做甜品来说，很多常见的普通食材，它未必是甜品的常见食材。看到这个食材的第一个想法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趣。这个有趣的期待的感觉，其实大过了当时觉得它是不是挑战。没有人选择这一类的食材去挑战做成甜品的东西。多指教，多指教，别手软啊，别手软，别手软。猪肝我还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我一直的一个理念就是用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味道。赵宇恒是一个很满意的对手，期待他能把猪肝做出什么样的甜品。120分钟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拿起来这闻半天，应该是发现猪肝味儿有点重了。猪肝它的脏气味比较重，如何去掉猪肝的那种腥味就特别关键。他在给猪肝冲水，注入生命的源泉。那赵师傅也在那冲啊。我大概计算了一下，对着它的柱动脉冲，8分钟到12分钟是可以去除个85%甚至更多的。现在大家猪肝的预处理基本上都是一个方向，都是先冲水去味，因为只有短时间，你浸泡的时候时间可能不够。这太浪费时间了，这个干嘛不切了冲啊？哎，这边直接把猪肝切了。猪肝的内脏味还是比较浓的，把它切薄片，在清水里面抓洗，用牛奶把它泡着。这是法式做这类菜肴的常用做法，牛奶会更好的吸附它里面的一些味道。啊，他这个好办法，那把猪肝的血液全部都清完了，好办法，好办法。我准备去看赵师傅做甜品了，坐他正对面，给他一些鼓励。这一次的甜品呢，就是用一个猪肝去作为载体，呈现了一些白色的色彩的食物。当我想通了这一点之后，我就确定我是要用猪肝去做成一个慕斯的形式。猪肝慕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得了。猪肝跟鸭肝、鹅肝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质地比较粗糙，所以我要把它筛得很细，然后通过不同的油脂啊、糖的比例去调整到它适合是做慕斯的结构。所以在里面加入了一些焦糖的巧克力、酸奶油、杏仁去增香调味的酒。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加入了一个我很喜欢的食材——红乳。红豆腐乳，对，红豆腐乳，它其实跟杏仁加在一起很像脏气味，做了一道野味儿，加深了这个脏气味儿。您说的特别对，因为我后面还用了其他东西来增强野味的这个感觉。红乳它本身有一个绵长的发酵的气味，保留猪肝的香气的同时，增加它的厚度，让它变成一个泥之后呢，还是可以塑造成一个有形态的样子。他们俩可能今天会撞一点东西，因为他那边用的猪肝也他也想做一个慕斯。因为我要对战的是甜品的新厨，我想做一个看起来跟甜品相似的东西来去挑战它，这样才有趣。当时选食材的时候，就在脑子里过了一下猪肝能做什么，大概就2个嘛。川菜的一个经典功夫菜叫肝高汤，还有一个就是鹅肝酱。既然都是肝，我在想猪肝能不能也这么做。大蒜、红葱头在锅里面炒香。一般法餐的做法是加红酒，我就想料酒也是酒，能不能试下料酒？葱姜料酒，这个偏酸，正好提供一些酸味。青标料酒口感醇厚，也用一点。加入我们的浓缩料，浓缩到一个糖浆的质地，把它加回到猪肝里去，打成一个泥。1、2、3、4、5，结束。然后过筛，进蒸箱去蒸制，蒸制到定型的温度，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蒸过，差一点点。
再5分钟就好了。蒸过的话，猪肝的质地就会变得很粗糙。放凉之后，像打奶油一样，把它打得均匀丝滑，挤到模具里面去。我在选购模具的时候，专门选了甜品慕斯常用的模具，用液氮去给它急速的降温。我用花椒、辣椒和陈醋做一个浓缩汁，过滤后放入蔬菜的吉利丁，把冻硬的猪肝慕斯放进去浸泡。每浸一次，它都会比之前稍微厚一点点。它均匀覆盖在了猪肝酱上，你吃到的每一口分布都是均匀的，口味都是一致的。然后是冷冻的这个猪肝慕斯，那猪肝慕斯不就重了吗？他也出的猪肝慕斯啊。别人做什么对于我来说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因为这个挑战不是给我对手的，这个挑战是给我自己的，是我跟食材的对决，不是我跟其他选手的对决。他做了什么？有看到吗？这个的话是叫艾斯普玛，我是使用了杏仁奶跟一个比较特别的材料甘蔗汁。甘蔗汁很天然的带有一些草本的味道，带了一点点清爽，再加上艾斯普玛它是泡沫状的，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跟味道就是慢慢的荡开了，就会变得更有层次。底部的话是做了一个坚果跟蛋黄的酥粒，可以承接住上面这个猪肝厚重的口感，每一口的风味都有变化。我还是需要一些东西在嗅觉上面点亮整个香味，它需要符合我对于白色食材、白色香气的这种设计，所以使用了茉莉花。哦，它是要蒸馏。白丝里面是什么？那个碗里面是空的，它就是为了接那个凝聚下来的滴下来的那种水。哦，感觉今天的菜复杂度已经拉满了，用的这些所有东西没有一个是不费时间的。对。哎，他怎么什么拿个花出来，他也打算搞这个？也是茉莉花吗？看着像茉莉花。猪肝和茉莉花结合，它会产生一些化学分子式，给它带来另外的一种香味的层次在里面。刚好我院子里面又种的有茉莉花，我就采摘了一些。把那花放上去，香味能进去吗？我觉得进不去。对呀，而且有的时候要看搭不搭，如果搭配不好，这种香味反而更加的扩大了它的这种腥味。我同意，因为茉莉花里面有一些挥发型的香气，它确实会把猪肝的辛苦带出来，所以我的设计是不要直接在菜里吃，不要混在一起，那它变成一个在后面去喝解那个腻的感觉可以更合理。首先第一步用了旋转蒸发仪把茉莉花的香味提取出来，去给它撒在上面，用真空压强的这样的一个原理，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叫银朵，就会带来另外的一种香味的层次在里面。但是有的时候制胜就在显招，就看它能不能把那个花突出来，就是把猪肝变得更香。泡菜的话是源自于就是藏族阿妈的一些配方，就是比较古老的配方，又和我小时候吃过的紫姜藿香的味道，把它重新用现代的一些技艺组合在一起。传统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味道还有食材，我的食材都是我自己种植的，包括我们的拔草除虫啊，全都是自己去做的，直接是从土地到我的餐桌上面，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亮点之一。第二步，把猪肝切到 0.2 到 0.3厘米的厚度，我觉得是吃猪肝比较好的一个状态。用青的花椒啊、辣椒炒的一个油来浸它，慢慢的去浸出来。第三步，油浸猪肝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大概7、8秒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。为了搭配猪肝，我还加入了一些藏式元素在里面。我用了一种高海拔的鹿儿韭菜，
与阿妈的泡菜捆在一起。泡菜配猪肝可以的。还有最后30分钟，请各位主厨准备出餐。这个穿法的话已经差不多了。哇，他还没有摆盘呢。另外一个也是9分钟了，肯定来不及了。方法等会只是因为出了个东西，结果赢了，有东西出来就赢了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最后6分钟，搞不定了已经。10、9、8，按铃，先按铃，拍铃先。时间到，行，也算压哨了。请3位主厨前往评审区。猪肝实际上还有点考手艺，这3个做猪肝的都应该演绎的比较精彩。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。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，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。黄金地带的阳光，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。鲜薄1分会失神，盐重1毫会夺味。3餐4季，让道道菜都好吃。李锦记薄盐系列，薄盐味更鲜。现在你们需要进行商议，选择其中一间评审间作为终极评判。好难啊，很难的抉择。选哪一个？其实又想听专业意见，但是又想知道消费者的意见。又想知道消费者的意见。没错。但是规则只能选一个呀。就感觉自己做的东西，如果放在专业评审那边，他们应该是很好理解的。但是如果从比赛的角度来说，要打败赵宇恒老师的话，可能大众评审那边更有希望。哇，人好开心！干嘛？怎么了？猪肝都来了。哦，什么？猪肝了？猪肝了？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。好，这道菜的主味道是紫姜藿香的味道，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第2层味道是泡菜的味道，是传统的味道。猪肝又是一个平民的食材，3者结合就成了今天这道菜。它猪肝好嫩呢。我没有嚼动啊。完了，压口不行了。这块猪肝切太大了。感觉猪肝还很好吃啊，很嫩，我都吃完了。泡菜我挺喜欢的，配上这个姜还是不错的。它刚好是断生而不老，一吃的话呢，有点爆炸开来的辣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它配了一个腌的萝卜，就马上把腻感平衡掉。我觉得这很完美的一个组合。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。开始了，这是个甜品。这个菜就是感知正在发生，它是由香气引发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我的谜底就在牌面上。如果可以，请不要寻找猪肝。如果可以，请不要寻找猪肝。我觉得这道菜最重要的体验就是从闻到那个香气开始，所以我期待说，先不要着重在找猪肝这件事情上。来一口吧。
只要你吃到第一口，它每一个层次会在你期待的位置依次的出来，在那个时候猪肝它自己会跳出来的。把猪肝做成一个甜食，这是蛮大胆的创新。The second dish, the one that I like, was very sweet, and I think also the sweetness helped to bring it out because of the contrast. 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？我知道是一个很疑惑的味道。所以我知道了，我们比较疑惑的是，我们到底在吃什么？对他们说了，不要去找嘛。问题是不找猪肝，那这个比赛是比的是猪肝呢、他就把猪肝隐藏了嘛。对。但我刚我有问他，他不想盖住那个味道，但我觉得还是盖住了。我完全没有吃到猪肝味啊。一个猪肝的那种气味，在一个甜品里体现，真的无法想象。但结果是没有气味的，它呈现的是一个甜品，它味道不差的。这道菜有一点测试性、有点实验性质的东西，就很看评审是喜欢这一挂还是不喜欢这一挂。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。啊，这个好漂亮。这道菜是融合了法餐跟川菜两边的经典元素，川菜的味道，法餐的精致外形。这颜色嘛，做成一圈就，哎呦，一圈干是吧？我刚刚也是这样想到的。咋了？因为你刚提醒完了我。这很像啊，它的质地也很像，是吧？对，然后放到嘴里，然后再看它的颜色。别笑啊！当时很诧异，怎么会吃笑了呢？心情很忐忑了，不知道是往好的方向发展，还是往坏的方向发展。首先，我会觉得，哪怕你晒鹅肝，也不是做成一个圈圈的。如果不往那方面想，其实它口感还可以的。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很爱吃鹅肝。它的味道其实是挺好的。中间配的那个菠萝酸酸的，搭配的没有问题，很有创意，做了很好的调味，口感呢很丝滑，也很细腻。所有菜品品尝完毕，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。我觉得我有点纠结。我选这个完全代表我自己啊，不能从任何专业啊，还有怎么样啊？我心中有一个第一了。投票结果已出，本组主厨选择的是大众评审间。这个专业是决定你能走多高的高度，然后大众评审是接受人群的广度。那我选接受人群的广度。专业法厨讲得特别好。我们还是要面向市场做生意，我们跟不同的客人交流。那我们做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样的接受度，其实也是我们关心的东西。我觉得还是选大众的。好，那我们派靓仔去。未被选择的专业评审间的结果为1:1:1平票。好，哇，这个。可以啊，我投的是这个啊，我估计你投的是那个吧？这个啊，这个，这3个呢各有特色，都把猪肝处理得很好。一个是把它做成甜品，一个把它做成很有记忆点、很有个性的刺激的味道，还有一种是有层次感的晒鹅肝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当时在这个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是1:1:1，每人表达的是不一样，可能就完全是个人的对这个菜的一种理解吧。现在请进入大众评审间，揭晓你们的最终结果。来，我都不敢看了，我们还要现场接受鞭打呀！现场被鞭打。老师好，听到对面这个1:1:1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很开心哦，有被认可，都有被选到，皆大欢喜这样。
我们要看看最后的结果，我们也不知道彼此互相选了谁这样子。本组对决的结果是当时听到专业评审间1比1比1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可能会赢，胜算还挺大的。对自己非常有信心。作为一个专业的 chef， 我本来就想做给大众的人去吃我的菜。大众评审结果为3比0比0。素厨影视主厨胜出。那其实这3道菜截然不同嘛。这道菜我是觉得酱汁是很好吃的，我想说，这是可以配白饭去食用的一道菜，这样，所以在我这里是我觉得还不错。这个呢，如果可以，请不要寻找猪肝。我确实没在寻找猪肝，也确实找不到猪肝。那么我能找到什么呢？就是大家一致的认为不知道在吃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部分。那么就说到这道菜，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鹅肝的，就但凡哪个餐厅有鹅肝，我是必点的。所以我相对来讲，我在这2道菜我犹豫了很久，我还是喜欢这道菜的。但唯一遗憾的是，首先因为你这个肝的这个颜色就是这种土黄金黄，然后挤成一个圈，你的这个形让我们无法面对它，但又不得不吃它，这是它非常扣分的地方。所以我在犹豫再三，想了很久，我还是投给了1号。至少它是猪肝，至少它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呈现。赵宇航，如果在你们餐厅，你觉得这款酱汁里，你们会选用原材料用猪肝来做甜品吗？我觉得就是餐厅追求的其实是客人可预期我们能吃到什么，他知道这个餐厅大概提供什么样的菜品跟风格，不危险。但猪肝其实挺危险的。对，但是在比赛里面，其实想要的是可控的风险，就怎么能在风险里面去做一些特别的东西。很多时刻他可能期待吃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但这个不一样有多不一样，大家的心理接受的区间是不太容易很好的掌握的，可能偏了一些就是不能接受。恭喜素厨影视主厨，恭喜！在本轮对决获胜，请前往2楼晋级区域。新厨赵宇航、素厨川味法厨遗憾落败，请离开。拜拜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就是赢了就是赢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我们也还是一起共度了一段很好的时光跟体验啊。我们确实不是那种火花四射的对手啊，很重的火药味没有。做这个行大家都很惺惺相惜。有遗憾，就让我再选一次，我绝对不会选那个模具。也是沾一点运气的，因为他们俩都是做西餐，我做的中式的，每个人对这个猪肝对食材的理解可能不一样，所以说我觉得都还是蛮不错的。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印象。古师傅他们组开始了。梁山好饭和古师傅单挑啊，那梁山好汉危险。那也不一定啊，他那好东西不少啊。就没想到会正好就撞到他枪口上，就是又开心，然后又觉得还是有点紧张，就怎么能碰到这么个神仙？本轮食材为极稀有食材，葛仙米。种子吗？一种藻类的果实，它有点像爆珠那样。成功锁定该食材的主厨是新厨古志辉，素厨梁山好饭。我有点后悔。我的对手呢也是非常强的，他对食材的理解啊，对食材的运用也是不差的。本组比赛的食材是葛仙米。120分钟倒计时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古师傅！
葛仙米，它没有什么味道，没味道是一个球，然后有点像我们分子的那个球一样。是阿嘎吧？差不多，反正就是一个球的。葛仙米呢，它其实是属于一种藻类的水产植物，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，它吃起来吃到嘴里面有点 Q 弹，所以之前大家呢都是把它当成一个点缀啊，或者一个普通搭配的食材使用。如果把它当成纯粹的一个主料食材使用，可能对大家也是一种考验。这种很素很普通的食材，最难的把握的就是如何不要喧宾夺主，很容易做成被喧宾夺主。对。很期待就是谷老师做的这个葛仙米做成，看能做成什么样子。我看看谷师傅做什么。这个葛仙米呢，我之前的只是用来做甜品，我想挑战一下自己，能不能做出个另外一种的演绎方式出来，把这种原材料呢，把它拓出。拿回来的时候呢，我都试过不同的做法。炒出来呢，它没有什么形态，也不太好看。试过很多遍，油炸不行，用来炒也是不行。那温度太高呢，它会爆，它会融化。但是最后呢，我是觉得就是用来蒸的效果呢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卖相口感我还是倾向传统的。我就借鉴了那个粤菜的花雕蒸龙虾这个做法，但是我用葛仙米做那个主料，花雕龙虾都是点缀的。这道菜呢，最主要突出它的长处呢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就算这个原材料没有主味，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主味把它吊起来？用其他的配料，这个就是这个味道是最关键的。我选择经典的粤菜花雕芙蓉蛋蒸龙虾底的做法。打鸡蛋了吗？这里边了吗？应该是做类似于蒸蛋的东西。用鸡蛋、花雕酒的香味来帮它提鲜。这个葛仙米说适合做蒸的。这样的好处呢，就是出来的味道会非常的柔和，比较清淡。放大招了。为了凸显这个主材料，增加鲜香味，和龙虾搭配起来有海鲜的鲜甜。哦哟，漂亮，这味道就对了。哇，这个香哦！加了点马蹄，增加口感层次。蜜糖豆做点缀，放到芙蓉底上，再用龙虾头尾摆盘。哎呀，谷师傅好厉害呀！凉菜好饭是在做什么？它是加了泡菜水吗？因为葛仙米没什么味道，先用泡菜水去通过真空把它就是稍微腌制进了一点味道。它那个葛仙米是拿到泡菜水里面有抽过那个真空腌制的，所以它那个葛仙米会有一些淡淡的泡菜的味道。它和谷师傅对葛仙米的处理方法还是不一样的。它是用的比较重口味的食材。对到谷师傅肯定是会紧张的，这个毕竟谷师傅是粤菜的这样的大师。对于我来说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剑走偏锋一点，然后通过用到我们大凉山的一些更加稀有的食材，搭配这次的稀有食材一起，然后再用一些现代烹饪的技巧，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尽量的赢谷师傅。这次我准备是用葛仙米做2道菜，整个一套菜的体系呢，我取了个名字叫三生万物。这些食材就是因为葛仙米它本身是种藻类，所以说我第一反应是用到这个另外一种苔藓类植物，就老龙皮这个跟它搭到一起，因为苔藓类植物有一些木质香味，跟藻类比较搭。用到凉山的一个野菜叫做藜蒿，用到了我们凉山的鸵鸟肉，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鸵鸟肉干巴。会用到盐阴鸡、缅因火腿，
然后再用我们凉山的仙菇菌提鲜。其实我也想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一次我的这个菜，了解到更多不一样的大凉山的东西。他用的食材都非常非常野，它可能会就是原料上会比较有特色一点，但是千万不能演变成喧宾夺主，那就麻烦了。怕的就唯一一点就是喧宾夺主。我问他写了火是干啥的，我没看明白他是做什么。哦，他那边就是先把那个烤网给治一下。干嘛要治它？因为它在火它在火上面去炒。对对对，而且你这样的话，它会有不粘的效果，因为它纯金属的，你直接就是你相当于中山的开锅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因为葛仙米本身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味道，所以说我在做的时候，可能更多的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让它在这些食材里边凸显出来。可能就是我会去通过在直火上去炭炒它，我去把火腿的肥油、鸵鸟肉、茼蒿、葛仙米放到一起去，在火上做了一个快速的炒制。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火给食材快速的焦化过后，但能够有一股淡淡的烟熏味，让它在整个菜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度，然后把它凸显出来。这种植物葛仙米也不见得烟熏味，它都不见得跟它搭。对，梁山好汉真的有点野的。梁山好汉对啊，它东西它好东西不少啊。我那花椒也是他那里搞来的，他那花椒很香的，青花椒、红花椒。最后是做了一个花椒大蒜奶油的一个慕斯，然后去做一个雪顶一样的，把所有的食材都藏在里边，也是想给人一种稍微惊喜一点的感觉。梁山好汉这小心思很多呀，他那以食材堆料取胜。我的第二道菜是汤，是用盐阴鸡和缅宁的火腿，然后做了一个高汤。他这跟古师傅一比，食材太多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做完了。看谁胜出了。上微博进入百厨大战话题页，获取更多精彩内容。但是要论复杂或者什么，那梁山好汉也做的挺多那个。对，这其实就是简单与复杂的比拼，就看谁更胜一筹了。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。哇，它是这个葛仙米蒸蛋呢，尝一下啊。哇，哇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它这马蹄加这个豆子加这点睛之笔啊！它那个蒸蛋，那个有些就太硬，有些太软，就刚刚好。火候哈，这做的真好。那个蛋薄薄的，但是真的那个嫩滑度真的也很好，再加上它葛仙米的用的，你那个不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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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口感放在嘴巴里面，和那个马蹄的口感和鸡蛋的口感和龙虾的口感，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搭配，很鲜很甜很爽口。它这个做的真的挺鲜的。哇，好吃啊！都吃完了，通杀。要不要来点？你不吃了？我不吃了。
我确定是不是每一碗都是一样的水准。这个葛仙米和鸡蛋羹融合的很好，而且这道菜非常突出葛仙米这个主题。哦，确实评得很认真，是会很严的。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。先喝汤啊。哇，它这调味调的有点特别哈。哦，这汤有后劲的哦。这什么啊？这汤，这里面是什么主料啊？这个就腊肉吧，腊肉，就腊肉，再吃点这个。哦，它这个做的有点像糯米的感觉。我来了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它味道太复杂了，很复杂。对，好多味道，不知道是怎么形容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。就有很多人他吃不惯这种。哇，这是他自己创意料理吧？好创意啊！我嘴里现在我估计能有8种食材以上的都。我希望他们选专业评审。对，它不太好嚼，它有一种菜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怎么评价这个东西。The flavors were very exotic. 这个菜确实是很明确，要表达那个葛仙米，野菜也做了很丰富的一个选择。评得很认真。所有菜品品尝完毕，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。一号。投票结果已出，本组主厨选择的是专业评审间。您选哪个？我专业的。我听您的。我听您的啊，专业给哪？专业评审间。太好了。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那个专业评审是怎么评的。本组对决的结果是，专业评委更合适一些，我更想看到专业评委对这个的一个点评。3-0，获胜的是星厨古智辉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
跟我们的结果是一样的。三生万物的这个菜，这么多的食材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没有担心过它会串味吗？会担心。然后后来的之所以定型成这样，我觉得就是面对葛师傅这样的老师傅，可能我还是剑走偏锋一点，想呈现一些就是更原始野性化一点的味道吧，这样的。因为葛仙米呢，它本身没什么味道，口感是它的一个特色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把口感是表现出来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你那个叶子啊什么都比较大，吃到嘴里面时候，葛仙米的口感没了，我们只吃到那个大的那个东西，把那葛仙米的 Q 弹的那种感觉啊，它本应该有的那种特色呢，给丢了。The second dish carry a lot of different flavors, different combinations, which I didn't think the flavor was just too foreign. So a lot of times, you know, if you want to get too fancy and produce flavors that nobody's aware of, most likely you will not win. 我觉得很正常这个事儿，因为本身我的选择就很冒险，爱者爱，不爱的不爱，没什么遗憾，就是我说的死而无憾了，输给古老死。古师傅的这个菜很粤菜，你的蛋里面有没有加上龙虾血这一类的东西啊？没有，纯果鲜米本身原材料的颜色跟味道，只是在鸡蛋蒸到它凝鲜。太好了，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个蒸出来那个龙的腥味。有很多人以为把龙虾血放在里面会更好一点，其实不然。它出来的味道是会串味的，这个很新鲜。它把葛鲜米粉碎打入了那个蛋浆里面，蒸一个蛋底，通过蒸煮以后呢，它会相对比较硬，更鲜美。葛鲜米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软糯的一个食材，在蒸完以后再铺上一层，所以它两个有一个差异化，更好的烘托它的一个立体，这个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你的这个菜的亮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那个蛋羹里面加了葛鲜米，这个是你最出彩的。如果说你蛋羹里面没有这个的话，就觉得平淡了。所以今天你这个菜做得很出彩，就是表面有，里面也有，主题就很突出了。所以这个菜的一个亮点。感谢老师，谢老师，感谢。谢谢老师。恭喜新厨古志辉成功晋级。漂亮。恭喜噻！多谢噻！恭喜你！做锅包肉啊，正好你尝尝这汁儿，我觉得这味儿差点意思。加点这个试试呢？我感觉啊，柠檬味和气泡能丰富风味的层次，说不定会有惊喜。我尝尝，对味儿。有肉有七喜，爽感加倍，一周七喜，爽透顶。咱走一个，好嘞。爽。本组比赛的食材是白萝卜。哇，这东西一车比一车多啊！好多白萝卜，各种萝卜，萝卜开会可以了。那这组的竞争很激烈的。本组比赛的食材是其常用食材白萝卜。萝卜，请注意，该食材已被踢馆者香港发酵先锋锁定，该组对决人数升级为4人。哇！成功锁定该食材的主厨是新厨安德烈亚，新厨毕鸿飞，素厨厨艺八达通。 Let's go！ 这一组是死亡之组啊，会做泡菜的八达通，手类成功的安德烈亚，干翻新厨的云南小哥，还有三星猎手，实力非常之强。我觉得我上我都不一定能赢。死亡之组啊，都很强大。哎呦我天，这场巅峰对决搞得我有点紧张。120分钟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